终于我爬上神山啦！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有一天也能爬上东南亚最高的山峰 Mount Kinabalu。真的，人一生一次就够，打死我都不敢再爬第二次，因为实在是太累了。登山的距离一趟8.7公里，去到最顶端，来回17.5，上山下山2天内整整走了2万多步，我的大小腿无时无刻都在跟我抗议。但是为了这个无敌景色，一切酸痛都是值得的。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爬神山的攻略和全部细节，需要提前准备什么，注意什么，还有一些药剂师才懂的额外贴士哦。首先第一步就是预定半山的住宿，整个行程2天1夜。第一天早上先爬到半山，也就是潘达拉半住1个晚上。第二天凌晨2点半才继续攻顶。有4个方法预定房间。第一，透过旅行社。费用会比较高，但他们会包办一切，从交通、注册到你攀登结束。第二就是我选择的方式，也是最便宜的，就是在沙巴 Park 官方网站半年前开始抢票。对的，就是上网抢票，因为每一天的名额有限，他们也会在 Facebook Page 宣布下一次的抢票时间。到时你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人麦 Hostel 比较便宜，但睡的是双层床，也只给马来西亚公民；另一个是潘达拉半 Hostel， 小贵但睡得舒服，也不会那么拥挤。第三，可以透过 Sutera Century Lodge。第4就是 Mountain Talk 的 Via Ferrata 铁索攀岩配套。如果你想挑战更高难度的，就是这个啦。沙巴神山的入口处是在 Kinabalu Park， 离雅比市区有2个小时车程距离，所以建议前一天下午5点前可以先到 Kinabalu Park 的接待处登记自己的名字和签下所谓的生死状。早一天登记，登山当天早上就不用排队，可以直接找向导，最早8点出发。那登记的时候呢，必须提交一张身份证或者护照的 photocopy 复印件，要不然你当场复印1张5块钱哦。还有提供半山住宿证明和 COVID-19 RTK 检测结果的照片。我非常建议大家在登山前一天住在 Kinabalu Park 周围的民宿。第一，提早登记；第二，登山当天不需要太早起，能有更充足的睡眠；第三，减少高原反应的风险。那晚我们住的是 Lily's Cottage， 超近的，只有1分钟的车程距离。它也有餐厅，所以吃早餐、晚餐也很方便。那沙巴 Park 的登山配套不包括第一天的早餐和午餐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自己准备，也比较干净卫生哦。要排除一切会让你上吐下泻的可能。登山第一天早上7点我们就到了。首先就是领登山卡牌，这个牌很重要哦，一定要随身带着。入口、登顶、出口都要用它来打卡记录，才能最后领到证书。对了，还要带够多现金，因为还要当场付门票3块，向导费230，可以最多5个人平分。那如果有16岁以下儿童呢，就需要多1位向导。还有就是行李搬运费，这个很重要，我强力推荐，千万不要挑战自己背着所有东西上山。你可以和朋友一起请 porter， 只要超过10 kg 就可以享用这个服务，1 kg 13块马币来回，不要心疼这些钱，我告诉你超值得。porter 呢会比你先出发，不会跟你一起走，所以你自己的背包可以放水、食物、药和雨衣，其他的可以通通让 porter 帮你背上去。这位安哥就是我那天的向导啦，猜他几岁了？68岁了，还可以每天做向导爬神山，真的太强了。好，先坐车到 Timboho Gate 入口处，从这里去到那边呢还有4.5 km， 所以还是花钱坐车比较好，能省体力就省嘛。你可以在这个柜台购买来回车票，10块钱1个人。到了 Timboho Gate 打卡记录一下，跨出我们的第一步就正式开始啦。既然是下坡，好好珍惜，过了这个，等待你的只有无尽的上山阶梯。那到底第一天登山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呢？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体力。第一天就需要一口气上6 km 到半山，会有很多的阶梯，所以登山前1-2个月就要开始训练体力，注重腿部肌肉的锻炼，主要会用到大腿和小腿来爬山，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些深蹲之类比较针对腿部锻炼的运动。
当然1个星期前就需要停止训练，让身体恢复到最佳的状态。登山前呢，也别忘了做 warming up 腿部拉伸，这样脚也不会容易抽筋。那装备呢，第一天你可以穿轻便一点，像我是穿轻薄的登山裤、背心加一个风衣。鞋呢，我建议买登山鞋，防水防滑，选那种高腰的，还能够防止脚踝扭伤。当然还有登山杖可以帮你省力，特别是在你下山的时候，还可以减轻膝盖关节的负担。背包呢，你就可以选有吸管水袋的登山包，或者另外买一个水袋也行。这样呢，你就可以随时随地边爬山边吸水。背包里头除了午餐，还可以放一些 energy bar， 或者我比较推荐的是葡萄糖饮料 glucose drink， 喝了它可以直接被身体吸收利用，不需要消化，直接让你 power up。一路上呢会有7个休息站，累了就喘一喘气，上个厕所，吃或喝点东西补充能量。每 0.5 或1公里也会有指示牌显示你上了多远，也别忘了欣赏一下花花草草，一路上的风景也很美哦。我们待会儿在半山餐厅吃的食材都是这些超人砍上去的，也太强了，对吧？你看他小腿肌肉 ，Oh my god， 真的很谢谢他们，没有他们呢，我们就没有食物吃了。好，爬到了4 km 就有一个叫拉扬的休息站，大多数人呢会在这里吃午餐。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山地松鼠靠近你抢东西吃，记得不要喂它们哦。从这里开始呢，气温会变得比较冷，所以可以带多一件长袖的衣服 stand by。也是从这里开始，周围的树木会很不一样哦，还有很多雾气飘过，真的很有日本、韩国的 feel。路上石头也越来越多，更多的阶梯，这剩下的2 km 也是最煎熬的。终于花了6个小时，我们下午2点到了帕纳拉班，耶，已经成功了一半。这个粉色的建筑就是 Laban Rata Rest House， 也是等下我们吃晚餐的地方。Pana Laban Hostel 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啦，会比 Le Mans Hostel 新，空间也会比较大。早点出发，早点到，就可以选比较好的位置，也可以早点休息哦。提醒你们一下，半山是没有热水澡的哦，可是饮水机有热水，你可以带个小毛巾，沾点饮水机的热水，简单清理一下身体就好咯。空闲时间呢，你可以去 Pendant Hut， 那里有一个纯马最高的油桶，可以买一些漂亮的明信片，盖上特别的印章，寄出去哦，一张是4块钱。我来寄咯，寄回去是一把河东嘛。哇，终于下雨了，幸好这场雨下午4点就开始下咯，如果晚上才下的话呢，可能隔天我们就不能攻顶了，也不能退款哦，所以最好是选沙巴的旱季，4月到6月来爬神山，尽量避开11到1月的东北季候风，因为那时会很常下大雨。下午4点半就可以到餐厅吃 buffet 啦，任吃任拿，记得带上你们的登山牌哦，他们会检查。这里的食物跟你讲超好吃的，那你吃完早点回去休息哦。诶，这是在干嘛？嗑药？不是啦，我们在吃预防高原反应的药哦。如果你第一天从市区出发，直接爬到半山，海拔3200多米，就有可能患上高原反应，会有头痛、晕、呕吐等症状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你们早一天到 Kinabalu Park 附近睡个晚上，那里已经是海拔1500多米了，适应一下，降低风险。不然呢，你就可以到药店或者诊所购买 Acetazolamide。登山前一天开始服用，直到结束，能降低高原反应的风险。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脚容易抽筋、肌肉紧绷，因为连续爬山这么长的时间，对吗？那我的建议是，你可以服用 Magnesium， 它可以很好的预防和缓解肌肉的紧绷。还有就是 Vaseline 唇膏擦嘴唇，不然嘴唇呢就因为干燥而裂开哦。当然还要带一些止痛、止泻和止吐的药，以防万一。所以一路上我们4个药剂师就是一直在吃药、擦药膏啊，不然你以为我们是怎么撑过来的？半夜2点吃宵夜，2点半就开始第2天的攻顶咯。第2天就需要穿暖和一点，里头是保暖衬衫和裤子 thermal wear， 外面是登山裤和风衣或者冬衣也行。雪帽帮你耳朵保暖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手套，若是防水保暖的更好。待会呢，有些地方呢需要抓着绳子上去，没有手套会让你生不如死。还有呢，就是 LED 头灯，
登山杖和背包。好，开始攻顶咯。看到每个人头戴着头灯的场面真的壮观，全部人排着队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。一开始比较多是阶梯，还行，没那么吃力。往后看，每个人都在黑暗中努力的前行。好彩天气还不错，没有刮大风，只有一点毛毛雨。过后就会来到沙亚检查站，这里会检查你的登山卡。若是你能成功抵达这个 checkpoint， 恭喜你，就有彩色证书可以领啦。你可以休息一下，或上最后一次的厕所，然后就会来到这个难度最高的部分。你需要抓住绳子，慢慢的往上移动。最好呢，你跟前面的人隔着一段距离，不要靠得太近，不然你卡在中间就又很辛苦了。接下来呢，都是岩石表面倾斜15到20度，也是最煎熬的部分。基本上呢，我都是走10步休息，再走10步休息，因为小腿实在太酸了，氧气也太稀薄，好喘啊。很多人都开始慢下来了，我自己都怀疑人生，为什么要花钱受这个罪呢？可是当太阳出来的那一刻，哇，日出也太美了吧！来不及爬到最高，所以呢，我就在这里先把这个超美的紫色渐变天空录下来。紫色、蓝色、orange色，然后我最爱的颜色。这个就是 St. John's Peak， 超美的，对吗？一定要拍这样子的一张水里倒影的照片哦。还有最标志性的 South Peak， 马币100块里的山顶就是它啦。这里怎样拍都是美照。终于到了最顶端，海拔4095.2米的 Lows Peak 啦。拍照打卡一下，耶！成功征服了神山。然后又要开始往下走啦，不要多留太久哦，要赶在早上10点半前下回潘达拉班 check out 行李，不然每迟1个小时罚100块哦。下去的时候呢，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上山难，下山更难。特别是绳子的部分，要抓紧绳子，往后一点一点的倒退。还有在下山时，脚趾头会一直顶着鞋头，会很痛。脚趾甲若是没剪，也有可能会外翻哦。所以登山前记得剪指甲。我是建议你们可以另外带这样的登山凉鞋 （hiking sandals）， 前面是空的，脚趾头就不会顶到不舒服。所以上山可以穿登山鞋，下山就换成凉鞋。这里呢是 Aki Viewpoint 哦，下山的时候呢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。那到了半山吃了早餐，收拾行李，又要赶在下午4点半前抵达 Timberhorn Gate， 搭最后一趟车回 Kinabalu Park， 然后你们就可以拿到这张美美的神山攻顶证书啦。好，这就是我分享给你们最全面的登山攻略啦。最后这里总结了登山所有的必要装备和药物给你们去准备哦，祝你们成功！我是 Jason， 你的药剂师，我们下期见。